大家好，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哈里斯的演讲。2024年10月29日，美国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就在华盛顿特区白宫附近的椭圆形草坪面对超过7.5万名热情的支持者就发表了他的这个振奋人心的演讲。2021年1月6日，也就是在这个地点，前总统川普在此向支持者发表演讲，导致国会山骚乱。哈里斯呢就选择将自己本次竞选活动中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就放在这里这个就非常具有对比意义。哈里斯呢首先对川普政府进行了强势回击，并阐述了他对未来美国的这个愿景。他强调呢，这次选举呢不仅关乎两个政党和候选人的选择，更关乎呢美国是继续作为一个自由团结的国家存在，还是呢陷入这种混乱和分裂。哈里斯就指出川普政府在过去4年给美国带来了深重的分裂和混乱。他特别提到2021年1月6日的这个国会暴乱导致140名执法人员受伤，并指责川普煽动暴力，甚至呢试图动用美国军队对付持不同意见的公民。他就表示川普的行为不仅违反了美国的这个民主原则更对美国人民的生命和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哈里斯警告，如果川普再次上台，他可能就是首先释放这个国会山暴乱中的极端分子。他就呼吁美国人选择一个专注于改善民众生活的总统，而非一个沉迷于复仇充满怨恨并追求这种不受限制权利的总统。哈里斯提出，尽管辩论不可避免，但必须停止相互指责，开始握手言和。他强调，观点不同的人并非敌人，而是我们的家人、邻居、同学和同事，那都是美国同胞。那他就呼吁让这个戏剧性事件撕裂和冲突成为过去。你别说哈里斯提到的这一点跟川普有所区别，也是攻击了川普的软肋。毕竟4年前的国会山暴乱确实是川普这边的一个污点当然了，川普当时的指责是说选票统计上面呢被做了手脚这其实是不过我个人还是挺认可哈里斯的，就是无论怎样就是都不能使用暴力，就是还是要团结，就是要一个团结的美国，而不是那种撕裂的美国。有道理不过这也是民主党一贯的这个主张。在这个演讲中呢，哈里斯详细阐述了他对未来美国的规划和主张。他承诺呢，致力于降低生活成本，特别是住房、医疗和儿童保育方面的费用。他呢，计划颁布联邦禁令，禁止食品杂货哄抬物价，限制胰岛素和处方药的价格，并努力确保这个勤劳的美国人呢，就能够买得起这个住所。哈里斯还批评川普提议对进口商品征收 20% 的关税，称这将使普通家庭每年多付近40美元，同时废除。这个平价医疗法案呢，将导致这个数百万美国人失去这个健康保险。哈里斯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为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减税，确保他们有机会取得进步颁布禁止食品杂货哄抬物价的法令限制胰岛素价格降低处方药自付费用。在住房方面呢，帮助首次购房者支付首付，并与私营部门和地方政府合作，加快住房建设。对于家庭争取儿童税收抵免降低儿童保育成本，改变医疗保险政策，然后允许其支付家庭护理费用使老年人呢就能在家中获得所需的帮助。在教育这个问题上呢，哈里斯承诺努力降低儿童保育成本，并为孩子提供税收抵免，以减轻工薪家庭的经济压力。他还强调呢，将致力于恢复被川普政府削弱的这个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确保美国老年人呢能够获得所需的这个帮助和这个护理。你看就是实际上民生这个问题永远都是现代社会政府关心的一个核心话题，无非可能就是两党关注民生的方式不一样川普的方案呢是通过制造业回流美国，然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来解决而哈里斯给出的呢则是制度性和税收性的改革。可以理解为川普是产业政策，而哈里斯是分配政策，一个是做增量分配，一个是做存量分配。不过如果有更多移民加入的话，那就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那就是韭菜就变多了吗？
所以在移民问题上呢，哈里斯就表示将与两党合作，通过移民改革为勤劳的移民和梦想家提供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他就强调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必须正视并解决移民问题，而不是将其视为这个选举中这个吓唬选民的这个工具。对，无论哪个国家，然后扩大优质人口，实际上永远都是解决经济增量的基础就是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然后源源不断的新移民在享受低福利的同时，不断给美国创造税收，然后补贴老居民所以这个游戏要想不断玩下去的话，那就必须要有更多的新移民加入。但是这个是川普的选民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是新移民抢走了他们的这个工作机会。这实际上就是鸡和蛋的这个问题。哈里斯承诺将加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与盟友站在一起，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然后他就表示将永远维护美国的安全，然后推进这个国家利益，并确保这个美国依然是这个世界各地自由的这个捍卫者。对比川普的变化，民主党这些一板一眼的传统外交政策也会让欧洲日本这些传统盟友更安心，因为这个就更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和美国一手塑造的这种国际秩序。那如果川普上台的话，可能世界都需要做好改变的准备特别是这些传统盟友今天还是小甜甜明天可能就会变成牛夫人。那这些牛夫人会不会就转身去找隔壁那个老王啊？你别说还真有可能。好了，朋友们，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有什么话要说的话，评论区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转发加关注拜拜。